好，除了川普打不了電話以外，很重要一點，川普一直說台灣偷了他的晶片，這點是很不服氣。什麼偷你晶片呢？川普點名說台灣偷美國的晶片，說我去年跟 Intel 講，我補助你，但你給我10%的股份 ，Intel 股票漲了5倍。他說如果我早幾年當總統，哪有台積電呢？Intel 已經把全世界晶片都掌握在美國手上。川普這樣吹牛，其實亂講一通嘛。美國開始是有晶片沒錯，後來是到日本去啊，不是直接到台灣來啊。日本晶片有一段時間也不錯，就美國壓迫日本壓迫它的價格，压迫什麼一大堆貨幣等等，後來才跑到台灣跟韓國。那台灣經過幾十年苦心在那邊經營，有今天這個成果。川普說你偷我的，真可惡哦！而且川普說他要把50%的晶片生意都搶回美國去，怎麼可能90%都是你台積電，都是你台灣呢？好，那麼。所以呢，川普再紅台灣，而且還說不要想免稅賣美國，美國的晶片成本高啊，那怎麼辦呢？就加你關稅嘛。對，我比你成本高多少，我加你多少關稅？那你成本不跟我一樣了嗎？那幹嘛要買你的呢？行政院真是軟弱，行政院那個打屁股，企業長久努力，沒有誰偷誰，不會去吵架，誰偷？我們哪有偷你的？對不對？這本來在這個時候你就應該義正辭嚴啊。碰到美國就軟了，所以曹興誠不錯，這一點不錯。雖然曹興誠前陣子講話奇奇怪怪，支持大罷免的，但曹興誠開火了。他說政府在跟台積電嚴重失職，應該公開澄清。台積電應該出來講，我哪有偷你的？我怎麼是偷你呢？尤其政府該講，台灣沒有偷你的啊，不是個小偷，多難聽啊！所以呢，這個曹興誠說他們都嚴重失職，應該公開澄清。我也覺得，他說強烈建議行政院、工研院、台積電，把台灣半導體技術的來源跟多年來台灣不斷投入的巨額的這個資源，然後艱苦研發的經過，召開國際記者會詳細說明，以正國際視聽。這不是還有好幾本書在講台積電嗎？有沒有好幾本書都很厚啊，都寫得很好。核心啊，造山者啊等等。為什麼不出來公開講？每次被川普講就偷，我們就說第一個偷，我們就第一個偷。我到你投資5000億美金，2500億，再加2500億美金等等之類。那麼昨天宣布一個什麼0到18歲每個月給5000塊一個小孩然後呢什麼微型企業、中小企業給1000億台幣，這是什麼錢呢？5000億美金多少錢呢？乘30倍的台幣耶。對不對？好吧，所以呢，我就特別叫他們找出來。聯華當時曹興誠為什麼氣？因為開始先有聯華，才有台積電所以呢，聯華是1980年就成立了，由工研院分出來，這是工研院在研究然後呢，工研院分出來，所以它是台灣第一家民營的積體電路公司。然後1985年上市，95年轉型為晶圓代工，一路這個最近的聯電的股票又大漲那台積電呢，是1987年，剛剛講聯電是1980年成立了，7年以後台積電成立，因為那時候台積電是工研院衍生分割出來的，當時的院長是張忠謀，他是工研院的董事長，後來台積電分出來後，他到台積電去，純晶圓代工，那模式是這樣，然後呢，2000年那個時期的全球擴張，然後呢，後來呢有先進這個製程2奈米，現在還要到1奈米，甚至還更小。然後在海外設廠，才有今天所以怎麼會是我們偷你呢？我們沒有偷你啊！你亂講一通真的亂講一通。來去。對啊，剛剛趙先講到，過去這段時間確實是從這個美國自己本身有一個學者寫了一本《晶片戰爭》。當初我們台灣的話呢，跟這個李國麟他們那個同一代史清泰他那個時候寫了一本這個從邊陲到核心，後來依照這個為本拍了一部《造山者》。那我覺得很簡單，你就播給川普看嘛，你就知道到底我們造山者我看了都蠻感動的。對啊，真的很感動，你就会知道說有多少，而且這些人坦白說，已經到了這個就是走過一個世代的感覺。如果還不記錄下來的話呢，真的。你就會可能會發現，就你不知道曾經有過那樣的一個那麼多的篳路藍縷，然後留下來我們那麼珍貴的資產。所以看完那個片子之後，很多人在問說，那我們現在的造山者在哪裡？不是在問護國神山在哪裡，是說那一群人在哪裡？就當初就是因為有那一群人，才有現在的台積電，才有整個半導體的生態圈。那現在那一群人有沒有更多的人可以繼續傳承下去，創造又一個的護國神山？我覺得這是台灣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了不過這當然已經不只是一個台積電，不只是
是一個半導體的問題了。所以回過頭來看，我覺得川普本來就是瞎扯嘛。而且川普那一天呢，在離開中國之前，先接受福斯電台訪問，然後在他離開之後播出來的那一段裡面，他講到不只是50%的晶片，他是說所有的人都要到美國去。他的意思是說，反正所有的工程師都要去，对，他就通通都要來。他说的第一個，他當然講說呢，否則的話，我們距離這個中國那麼近，很危險。他說這個情勢非常緊張，他是這樣說的，所以他認為都應該來，更何況你都偷我們的。那所以我覺得對台灣來說，我們剛才會講說，對於賴清德來說，不是說接不接電話的問題，而是說目前的局勢擺在這個地方，就美國怎麼看待我們的問題，我們都非常一廂情願的說，也是到現在為止還在騙老百姓說美國這對我們真的很好。好的不只是說呢，要繼續可能賣我們軍售，可能要繼續的怎麼樣子這個重申一中，還包括說連這個半導體的部分，我覺得我們都是悶聲不吭的，就是任憑他羞辱。我覺得對於台灣來說，如果賴清德他就算不接電話，他也應該要告訴大家，必須要義正辭嚴的告訴美國說，台灣是如何的依照自己的實力打造出這樣的一個半導體，因為到目前為止的話呢，可能包括連軍售問題，包括連這個美國到底護不護台這個問題，我覺得都應該要一次性的跟他談清楚，或者告訴大家說，到底面對這樣的一個局面，這個局面對台灣來說，坦白說是個蠻危險的。來自姐，你台大機械系畢業，你是搞這個的，應該懂。民進黨政府為什麼軟弱？為什麼不跟美國抗議？我沒有跟你偷，我什麼偷你的？所以我們民進黨政府可以跟川普講，我們沒有偷你的，我們就是靠我們的實力。大聲講，不要光跟他小聲講。當着今天就今天講，就今天講，大聲講，對啊，我們不是偷的，我們就靠自己的實力嘛。啊，其實那個趙三者，我就覺得說哈，其實我們現在還可以哈，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其實無人機產業我們也可以造山了。啊，你看美國其實他們國務院吶哈他們那個戰爭部，他們也最近都是美國的軍火商來台灣，沒有我們自己造山。那當然就是那個。是互相嘛？他為什麼會看中台灣？也是因為台灣這一方面人才強嘛。這另外一回事。我跟你講啊，不相信調資料看，5、6年前我在本節目就說，最適合台灣發展的產業，現在就是無人機產業。對，沒有人講哦。我講為什麼？你有 AI，你有半導體，本來像你們這種機械人才很多嘛，是可以發展。但是很多人都反對啊，說不行啊，怎麼亂講啊？大疆很厲害，我們不行，怎麼不行？他有他的，我有我的。所以現在其實是我們的機會。但是我就是說，對於半導體，真的應該跟川普講，我們真的沒有偷你。我告訴你，開始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東西，沒有人知道什麼，目前都摸不到。他們找台塑，那時候都很難摸，因為都是面子給你投資一點，那是國民黨去投資的。當時那個中華開發投資一大堆，不过國民党也夠笨，都給他賣了。如果國民党不賣的話，現在不得了，台積電今天一張股票一張多少2300多2200多塊。他那時候因為先沒有錢嘛，所以就投資。那現在呢，後來國民黨沒錢，就把股票賣了。哦，當時不賣的現在都好了，當時賣的呢，現在什麼都沒有。來，香龍，我現在講的話，我無意就是說要去吐槽許委員。我完全能理解民進黨在面對到川普這種語言的時候呢，覺得講不太出什麼話，因為你們從來不在台積電半導體發展的那個過程當中參與過，你們沒有感情，你們不曾共情過。我舉一幕啊，那一幕是我認識的一些半導體圈的朋友，有人家跟我講說，那是他一生當中看到他最感動的一幕。他說那一年。孫運璇90歲，孫運璇1913年生的，他1984年的時候呢，71歲的時候中風，中風了之後呢，他又活了20幾年，他到2006年過世。中風之後，其實我們都知道，他幾乎都在家裡面，他也沒辦法參加任何的公開活動。他中風，但是他90歲的那一年的時候，一些台灣的科技業也沒有大肆鋪張，就只是幫他呢辦一個簡單的慶祝會。所有人都到，你叫得出名號的，台灣只要今天有一點點名號，不管張忠謀啦，誰，反正通通都到，做得滿坑滿谷。孫運璇進場的時候，推着輪椅，大家把他推進來的時候，全場起立鼓掌。他說那個鼓掌的時間之長，是他從來沒有看到過的。然後沒有任何的聲音，就是持續的鼓掌。那個畫面，只有你真的參與過台灣半導體。我不是說我參與過，我在新聞工作上面，可是典範在溯溪，古道照顏色。我在跑新聞的時候，我那個時候呢，還常常呢去找李國鼎聊天。
李國鼎呢會經常不厭其煩的。我過去跟他沒有任何的淵源，但是呢，他會不厭其煩的講很多過去的小故事給我聽，因為我看過，我知道他們這群人是怎麼做的。我知道呢，孫運璇當他說我的生命是要奉獻給我的國家跟我的人民，作為一個山東人，哈工大畢業的。今天呢，在台灣留下來的不是只有台電，即使今天民進黨連台電的那個呢 logo 呢都準備把它改了。今天呢，對於半導體，川普呢講這些話的時候，我相信99.999%的民進黨沒有感覺，因為你不曾知道呢那些人是怎麼走過來的，你甚至呢沒有辦法發自內心的很有共鳴共情的去為他們辯護。我為他辯護，我跟他。不要去跟民進黨講這事情，因為他不懂。當年的半導體，它的發展其實確實是政府出了很大的力氣。現在呢，我們的國發基金啊有6%，在台積電面有6%，國發基金賠得一塌糊塗，但是它所有的獲利來自什麼呢？就是投資台積電。就是當年投資台積電那個時候呢，叫做行政院開發基金，現在叫國發基金。那當時呢，現在的兆豐銀行叫做交通銀行，那時候交通銀行也是不停的去融資給這些半導體業，投資給這些半導體業，因為這之前沒有人看好，沒有什麼私募基金，也沒有天使基金來，就是由國家來做扶持。所以半導體怎麼會是好？這個晶片怎麼會是台灣偷走美國的市場，偷走美國的晶片呢？其實，在立法院，包含賴士葆委員還有我們都曾經去質詢卓榮泰，說我們的政府一定要嚴正以對，因為當川普他講一次我們沒有聲音，講2次我們還沒有聲音，現在講起碼已經10次以上，我們仍然沒有聲音的時候，這代表什麼？我們默認我們的半導體業是在偷走美國的晶片市場嗎？我覺得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對於過去這些篳路藍縷，而在這幾十年來讓台灣的半導體成為全世界的牛耳，我覺得非常的不公平。那至於說下一個護國神山，老實講啊，無人機要不要發展？應該要發展。但是我們現在把它說，我們變成下一個護國神山，我覺得這是自欺欺人啊，真的是自欺欺人。另外一個，榮偉，我覺得我們現在不但是在半導體業我們沒有講話之外，還有一個，其實美國在川普這個川習會裡面已經完全的已經破壞了6項保證了。6項保證裡面，對台6項保證裡面，其中有一個軍售的問題是不跟中華人民共和國談的，不能跟那個中國大陸談的。可是川普承認呢？我談，而且我變成籌碼。到目前為止，我們有講一句話嗎？我們吭都不敢吭一聲。我覺得川普啊，哈，这大剌剌的說出來說台灣偷了他們的晶片，這句話其實是全世界都知道。我覺得對台灣來講，這何等的侮辱哦！那說真的，沒有看到賴清德政府哦，大大的出來撻伐一下，連吭聲都沒有吭聲，我覺得對台灣極其不公平哦。我們現在要看到賴清德政府的這個心裡只有一直買武器，一直買武器，買武器，但是真的買這麼多的武器，就真的能夠好好的保護台灣嗎？我們一直在講說這個。台積電是我們的護國神山。我們要知道，當我們這個台積電整個過去美國，研發也過去美國，我們的根過去，我們人才過去了，將來台灣是什麼都沒有，我們的這個護國神山完全沒有之後，我們要知道，其實世界各國對於台灣哦，有這個台積電跟沒有台積電，對我們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只是一直在買武器就能夠保護我們的。我覺得賴清德的政府，不管行政院或是他，真的應該出來好好撻伐一下這一句話，我們絕對吞不下去。我基本上台灣一定要知道了哈，每個國家都有他自己的國家利益了，我們要維護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我記得2個總統，尼克森的綽號叫什麼？你知道嗎？叫反共先生哎。反共先生，我們覺得我們太好的朋友了，而且請他到台灣來，那個時候副總統啊什麼來訪問啊，落選以後還請他來台灣，對他如上賓。結果第一個透過這個季辛吉到的訪問就他，哦，還簽一個什麼上海公報啊，對不對？乒乓外交就他，再來就是雷根啊，雷根也不得了哎，雷根還選舉之前還說，他如果當選要跟中華民國恢復邦交哎。雷根是這種政見呢，就當選以後呢，簽一個817公報，所以對台灣的武器要逐漸減少，逐漸減少。為了安撫我們，他就講那個6項保證，那個安撫我們一下，說哎呀，我們不會跟北京商量。這2個都是共和黨的反共的非常有力的人士，就為了美國利益，
可以出賣台灣，就是這樣子啊，我們搞清楚啊，休息再回來。好，藍委現在說啊，無人機是很重要，但是呢，都是綠油在把持，哦，然後給那麼多錢啊，還編特別預算，那錢都給綠油賺了，哦。甚至呢，他們還認為說呢，有無人機廠商的股東有中國的背景啊，這羅廷瑋講的啊。那另外呢，說全是哦，就有一部分是因為台灣你很難避免嘛，說全是哇，我一看就嚇一跳哈。說呢，標案被糾正，還繼續幹，還繼續去履行啊。那另外呢，李明玄也說呢，洪耀南在碳基擔任獨董哦，然後這也是綠油油啊。然後另外呢，行政院說無的放矢，不予置評。我說要置評啊，怎麼可以不置評呢？當人家這名字都指出來的時候，你就應該講到底怎麼回事啊？什麼叫不予置評啊？然後呢，這個陳培宇是副幹事長說，有必要就檢舉啊，不要亂造謠，拿證據出來我就辦哦。從以前就講，有證據就辦，證據呢辦到哪裡？弄了個半天，後來都不辦，或是辦不下去啊。那另外，國民黨委員黃威講說，9.8億採購無人機系統呢，2次測試都0分，到底真的嗎？馬文君也說呢，這個美國的彈簧刀還在測試，台灣已經砸了55億在採購哈。那另外呢說呢，這個無人機預算早就已經規劃好幾百億的預算，其實各部會其實都有編哈。那另外呢，所以說賴清德這樣講呢，可能讓無人機產業重蹈綠能的老路。所以他們以前國民黨有委員講說，前8年就吃綠能，後8年就吃國防，吃這個軍備啊。那另外呢說，在野黨擔心了啊，所以亡羊補牢以未為晚，說羊還沒補哈，錢就已經都花了啊。那另外呢，這個台船也是潛艦哦，那到底潛艦現在怎樣哦？台船說呢，這個韌性防衛已經就位了，在野黨你們不要讓潛艦跟無人艇，除了問題還有無人艇哦，斷炊了哦。這個顧立雄就說，會不會像 IDF 重蹈這個教訓呢？顧立雄說，安全還是最重要的，要以安全為前提哈。那因為台船嘛在高雄，所以柯志恩說下禮拜安排台船的工會跟國民黨委員溝通。我們看一下，新型無人機進行飛測，垂直起降一路上升到50米。負責研發生產的碳基科技，也是國軍無人機產業鏈的核心企業之一，但如今卻被質疑跟綠營的關係過於緊密。股東名單裡面，一咖比一咖的大。洪耀南是誰？蔡英文辦公室特助，長期處理民調選戰分析，怎麼現在變成無人機專業？至於兩岸學者出身、隸屬民進黨英系的洪耀南，怎麼會懂無人機？藍營立委接力點名，他的執行長游佩文，他也是涂醒哲的秘書。陳文宏，05年是民進黨新竹縣黨部主委，所有最大的光榮的所有的他人生的經歷啊，他就是綠色。包括碳基科技董事長陳文宏，通通出身綠營，就這麼剛好進軍無人機產業的時間點，都在總統賴清德推動5大信賴產業的那一年。也是在同一年，陳文宏成為他們碳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這家公司它其實是一家虧損非常巨額的公司。如果不是找了陳文宏，如果不是找了洪耀南，公司能夠起死回生嗎？但之所以列出國防企業的高層背景，全因這次政院提出的1.25兆國防特別條例，就包括這些無人機。國防預算不是綠油油的提款機。我想以無人機的產業而言哦，它所涉及到的關鍵組件跟系統整合的這廠商有數百家之多，扣這樣數百家廠商的這個帽子來說。這些無人機產業都是綠油油，我想國內應該都沒有辦法接受。要再也別抹黑國內無人機產業，但在立院3讀通過的7800億國產無人機預算幾乎都遭否決。國造潛艦海鯤號測試進度嚴重落後，今天立法院審查國防部的年度預算，國民黨方面會提案要凍結後續建的100%預算，高達100多億。國民黨方面主張測試還沒有過關就不能隨便通過，畢竟立法院是站在監督的立場。不過隨後台船也發表聲明，海鯤號原型艦已經進入海測的後半段，預計今年下半年就可以交艦。台船也對後續艦的建造有信心，若後續艦計劃以及
預算不穩定的話，可能會造成人才、裝備供應商的流失，導致重啟的時間成本增加。也呼籲在野黨不要讓預算斷炊。我這邊一定要說明一下哦，今天早上我們黨團開個記者會，絕對不是哦，只在說所有的無人機都是綠油油，絕對不是。我覺得如果說有一些媒體的標題它有下都是的話，這一定是有誤。那其實今天最主要是在講一家碳基公司，那這家公司因為之前確實虧損累累，直電到去年它的虧損也將近1億元之多。但是呢，他在最近幾年，应該是在去年的時候，他做一個改組。那改組之後呢，包含他的董事長，好，叫做陳文宏。那陳文宏何許人也呢？他過去是新竹縣的議員，但是因為賄選，你知道後來就沒有辦法當議員。而且呢，他也擔任這個新竹縣小英之友會的會長。那所以他其實過去第一個他是政治出身，後來呢他就被那個行政院好經濟部去酬庸到一個叫做可威公司，這是一個什麼公司呢？它是一個廢棄物處理的公司。那接下來他就是入主了好這個碳基。那所以他過去其實沒有任何的跟無人機有相關的產業的淵源。那當然他的執行長也是一樣，他執行長過去在涂醒哲去選嘉義縣長的時候，他是他的新聞的助理哈。那另外還有一個獨立董事洪耀南，大家就比較知道了哈。洪耀南就是洪耀福的弟弟哈，也是出自於民進黨。所以我們其實開這個記者會是要特別提到，過去在發展綠能這個綠光電的時候，就有很多的綠油油的燃脂。所以過去不在講嗎？雲豹吃飽，台電跌倒，這個是一個在網絡上很有名的順口溜。所以在無人機，我們沒有反對，那沒有錯。其實現在不是只有國防部要買無人機，其實像我自己本身是內政委員會，像內政部也好，海巡署也好，其實都有很多的無人機的預算。那比如說是在警消的部分，警政署、消防署、海巡，我們基本上全部都支持。為什麼呢？因為台灣是一個天災很多的地方，所以比如說你在救災，或者我們的海岸的這個巡防等等救災，我們都認為未來發展無人機這是很合理的事情。但是無人機的不管是在它的標案的過程裡面，或者有綠油油，現在有燃脂的部分，我們本來要去監督啊。比如說，我們昨天在提到一個所謂的創未來，它其實不是，它是叫做無人機反制哈。除了無人機之外，還有無人機反制系統。大家記不記得有一陣子我們離島啊，什麼金門、馬祖很多的大陸那種無人機，而且根本都是商用無人機啊，就跑過來直接把我們的軍營照得清清楚楚。我們國防部面上無光，所以就覺得一定要在離島。好，做無人機反制系統，以後你不能來，我就很遠，我就偵測到你，然後你進來，你就給掉下來，好，我就直接反制你。可是呢，這個標案高達9.8億元，從去年開始2次測試都0分，好，就是沒有辦法測試，沒有辦法驗收。那我們要講的就是說，如果在這個整個的這些，不管是無人機也好，無人機反制的這個系統也好，或者馬文君委員講到的這個彈簧刀無人機的一個整個的採購程序也好，作為在野黨本來就應該監督啊。所以今天不要把我們合理的監督變成說我們在抵制無人機，在擋無人機的預算，這完全不是事實。我剛才講了，其實在其他部會很多應該要買的、應該要採購的、應該要訓練的預算，我們都是大力支持的。休息一下再回來。好，賴清德在520發表了他的談話哈。那昨天國民黨中常會，國民黨主席曾麗文罵賴清德罵了20分鐘，你怎麼好意思這樣講啊？那另外呢，拍桌子說台獨主張是死胡同了，而且呢2週年談話都是騙人的啊。那國民黨也說這個賴清德執迷不悟啊，因為賴清德說曾麗文把自己的腳給砍斷了啊。那曾麗文說一個腳是防衛，一個腳是兩邊要溝通，要這個和平相處啊，所以你自己把2個腳都砍斷了，所以國民黨說你是執迷不悟啊，這個增加軍備要升高對抗啊。那另外呢，這個黃國昌也罵賴清德的2週年演說，說是傲慢欺負人民，
台獨金孫已經成為民主的敗家子。那柯文哲呢？因為他被延長禁管，柯文哲今年提上訴了，因為被判17年，當然要上訴嘛。你判17年不上訴，你怎樣啊？那被判延長禁管，說要科技監控他，這個已經8個月了啊。柯文哲就說，電子腳鐐上面要刻賴清德刻一下，是你讓我戴電子腳鐐的啊。那另外呢，鄭麗文要到美國去說他要舉辦僑宴，因為僑胞都很歡迎他，而且僑宴也開放讓大陸僑胞能夠參加。那僑委會說不尋常嘞，我們以前僑宴都是我們自己僑胞參加，怎麼讓大陸僑胞參加呢？不尋常。那國民黨發言人文工會主任尹乃菁說，徐嘉欣不用自己嚇自己，有什麼不尋常的？吃飯大家願意來就來了。我們看一下。過無幾天呢，變成賴總統的政績呢？你怎麼好意思啊？氣到敲桌，聽見總統520談話內容，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滿肚子火，總統會上就這麼坐着說了25分鐘。我坐着講話，充滿了謊言，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話。因為在這之前，政院宣布推動0到18歲成長津貼，總統也承諾提供軍人更好的照顧，讓軍人更有尊嚴，並承諾能源轉型會提供穩定供電。我又笑了，是哪一個黨的神主牌說2025要非核家園，改善國軍待遇的法案3讀通過，你還能夠堅持的抵制到底？你怎麼好意思啊？繼續用資訊的落差跟話術欺騙台灣人民，請賴清德跟卓榮泰不要再說謊，停止造謠。但其中總統也特別點名藍營的鄭主席，一手黨軍購，一手接受9·2共識，等於讓台灣斷了雙腳。雖然不知520要講啥，我話那真可悲啦。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一中政策跟不支持台獨政策從未改變。台獨的神主牌，賴清德有沒有勇氣也把它給終結掉？而外媒《華盛頓郵報》與 NBC 皆有篇幅報道，日媒 TBS、富士電視台也都聚焦賴總統喊話美國繼續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但就這麼剛好，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也在這天被合議庭以逃亡風險上升為由，對他裁定禁管再延長8個月。我再掛下去，我就把賴清德3個字刻在上面。你實在是有夠不要臉了！哼唱改編歌曲刻在我腳踝的名字，在總統就職2週年這天，朝野依舊對峙。來，向龍，好，當然這種的，這種就是說，在鄭麗文對於賴清德，因為他們其實認識非常久了，他們一起當過國民大會的代表，國大代表，对，因為他们認識非常久，所以對知根知底的情況下面，對於今天分屬2個朝野政黨的黨主席，你把它當作是2個黨主席之間在充分理解對方的情況之下，我知道你在幹什麼。當然鄭麗文的這個表達，其實無非就只是告訴你，就是說賴清德今天在520就職演說當中所說的這一切，無非呢都只是在鬼扯。這些所謂的鬼扯，從賴清德在前年2024年當選5月20號就職的就職演說，之所以就職演說完，軍演馬上就開始，他的邏輯很簡單，因為賴清德呢就是新兩國論，把所有兩岸那台灣方面對於呢台獨的追求的戰略的立場已經完全的清晰化。已經開始做呢內部的思想整頓的工作，但是因為川普，因為現在大兩岸的中美關係的劇烈的改變，所以呢賴清德呢在當下他一定會遭遇到很大的困難。年底又有選舉，他也不能夠呢在立場戰線上面呢大退縮。但是呢，如果說呢要呢和川普呢對着來，那對賴清德來講自討苦吃。賴清德或者現在的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應該知道呢，接下去有幾件事情，大概率呢是會發生的。賴清德在美國本土過境幾乎不可能。第二個就是過去剛剛呢許志文還提到的，就是說呢很多國家的軍艦都穿越台，不沒有很多，其實越來越少，尤其是美國的軍艦，今年到現在為止只經過一次，而且是很低調的。
其他的呢，其實都是被美國叫來的一些呢破爛船，走好玩的。所以台灣海峽不是不能走，而是台灣海峽意圖作為走台灣海峽，好像是對台灣做某種呢軍事上面的資源的表達，這種的行為，未來你大概呢會很少看到了。再來就是對台灣的軍售的部分，這是指標。雖然現在呢，所有關於台獨的論述，現在這一次的川普和習近平的討論，都還是在所謂的反獨的立場上面。但是我說了，今天中國共產黨，今天的中國大陸，不管誰當領導人，他一定是兩個階段，現階段是反獨，但是未來一定是促統。一直到反獨促統，他現在呢，接下去的北京一定會開始進行有關什麼叫做台獨的定義，在這個定義的框架下面給美方以及呢，在美方後面的所有的跟台灣打交道的國家做政治互動一個清楚的 guideline。這 guideline 就是你看着我對於台獨的定義1、2、3、4、5，請你呢不要違反。但是下個階段，當他促統的時候，只要不支持統一的，我都視同你支持台獨，他就會進到呢，包括呢許任委員所說的，管你是台獨、華獨都一樣。今天對於鄭麗文來講，看到賴清德的演說，賴清德呢既不敢呢在台獨上面呢繼續往前挺進，但是呢要把中華民國的招牌亮出來又不甘心，從頭到尾就是台灣，從過去片面的改變現狀，到今天呢躲回去，質疑他不會呢讓任何人改變現狀。但是很抱歉，有關於現狀的定義權，我說現狀的定義權從來都不是由台灣決定的。現在的賴清德或者現在的民進黨，只要認真的去想，在美方呢，如果呢在和大陸尋求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的基礎下面，台灣是唯一會破壞呢這個戰略穩定架構的因素。習近平當着他的面，因為這媒體都拍到都聽到，當着他的面恐嚇美國總統，而美國總統沉默的時候，台灣就應該知道，過去的所謂的台獨喊打喊殺都沒事，美國爸爸給你靠的時代呢已經過了。鄭麗文其實呢也不需要呢特別的生氣，反正美國的態度，鄭麗文自己6月去美國就知道了。休息一下再回來。沈伯洋啊，民進黨現在在全力推動啊。那吳沛憶說呢，在捷運呢，乾脆丟他的姓名貼來推銷沈伯洋，貼也好，丟在地上也好。講完就皺眉說：“不要亂丟垃圾，怎麼會在捷運上製造垃圾呢？”哦，所以王世堅說：“你這個丟姓名貼，徒增困擾嘛。而且沈伯洋還需要靠姓名貼嗎？知名度本來就很高啊。哦，大家都知道他黑熊啊等等這些啊，青鳥啊哦等等啊。”那另外呢，這個李四川這個在新北造勢，鄭麗文也去了啊，就握手2秒鐘，就快閃啊，所以就被問說，問李四川了，記者去問嘛，記者反正哪壺不開提哪壺，說那鄭麗文說票房毒藥，你為什麼2秒就跑呢？李四川連喊10次，不會來澄清哈。那另外呢，這個黨內有浮選要角說，鄭麗文可能怕害國民黨丟掉3個縣市啊，現在認為說宜蘭。哦，然後呢，這個彰化、嘉義有點危險啊。那當然，如果能夠收復高雄或台南，就算是贏了啊，就算是贏啊。那另外呢，這個民眾黨內部也有問題啊，他這個3個巨頭逼退林碩彥選竹北市長，因為邱成遠空降，邱成遠原來是代理這個新竹市長的啊。高虹安有出事的時候呢，邱成遠代理說要到竹北。竹北是很重要的地方，雖然不大，那邊平均學歷最高的，所得可能是全台灣最高的，因為很多高科技都在那個地方哈。那所以呢，現在都怎麼辦？藍的基層也有雜音，所以呢，國民黨說要整合，5月底以後再揭牌，這個月底以後再說到底要支持誰哈。那國民黨說藍白合進度呢，已經有2個人去登記竹北了哦。那到底原來竹北的這個民進黨的當選的鄭朝方選不選竹北？民進黨說下個禮拜討論，他們還在觀察新竹縣到底選新竹縣、選竹北還在那看哦。如果新竹縣能夠選上，當然對他來講是大贏。但是國民黨徐信也很強啊哦，那現在要看徐信怡跟陳建賢到底整合的程度這樣很重要。如果整合不好就很麻煩，所以鄭朝方也在看。因為如果說新竹縣長選不上，
那不如繼續選竹北市長。那竹北市長雖然是一個竹北市，但是哇也不得了，在那個地方，對不對？所以呢，鄭成方到底選不選？民進黨還在看哦。好吧，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去印那種那種貼紙，姓名貼紙？然後我们各種到處貼，對，各種東西上面要貼沈伯洋，在捷運上就要一直把東西丟在地上，然後人家撿起來說沈伯洋，就是要讓大家隨處可見沈伯洋。但台北市長蔣萬安聽了眉頭一皺，丟到捷運地上，捷運公司應該有在。我想，當然如果要做宣傳形象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運上隨處丟垃圾。喊話垃圾別亂丟，要論沈伯洋的知名度，實際上街問問民眾。到捷運上去丟沈伯洋的紙條，讓大家每次見面第一句話，沈伯洋啊，沈伯洋啊，是不是好的行銷手法？沈伯洋沒正面回答。老鼠不吃沈伯洋，就是老鼠吃的是就是掉在地上的垃圾。那现在对我們來講，應該是環境衛生跟鼠患的問題最為重要。本身沈伯洋委員的知名度就已經夠高了，反而是徒增困擾。王世堅要沈伯洋做自己就好，但沈伯洋過去被貼的標籤，黨內似乎想努力撕掉。藍軒。我是真的也覺得這個沈伯洋的知名度，我覺得他可能不只是台北市吧，他具有全國知名度啊。所以他的問題不是在於說什麼丟個紙屑在地上，讓人家撿起來啊，沈伯洋，我覺得這有點，那沈伯洋是垃圾嗎？為什麼要丟地上？很奇怪。我覺得沈伯洋的問題在於說他的知名度之高，高到說他必須去洗掉他的知名度當中一些可能讓大家覺得不見得適合當台北市長的這些標籤嘛，比方說黑熊學院，比方說那個非常簡易的什麼救難包要賣1380塊，我都還記得，因為那時候我們那時候被來討論過，裡面才一點什麼樣東西賣那麼貴。那如果說你照理來說，如果你真的是要大家全民皆兵，等到戰亂的時候，這個東西是很需要的話，那你幹嘛賣那麼貴呢？應該讓大家都擁有才對啊。另外大家不要忘記了，他當初拿了美國多少錢？什麼民主基金會啊，什麼索羅斯的什麼開放基金會啦、啊，是幾千萬這樣拿的哎。如果說媒體報道沒錯的話，他實際上前前後後拿了接近1億哎。那你說這個到底沈伯洋是為美做事情，或者說為台灣做事情，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身份？我覺得其實沈伯洋這個人從政從頭到尾反而都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那我想他要選台北市長，而且台北市長是一個台灣那麼重要的，在這個政治的地圖上面都是呢可能下一步就是已經中央層級的一個政治人物的時候，我覺得沈伯洋要交代的是這樣的一個事情吧，而不只是說呢有沒有知名度，是不是目的是來牽制這個蔣萬安的。我覺得這樣子的話，事實上反而很不尊重台北市民，不是嗎？就對民進黨來說，它是一個戰術性的存在嘛，啊，我覺得這個是事實上才是沈伯洋應該去面對的問題啦，也是民進黨要去面對的一些可能在一些相關的比較重要的中生代年輕世代，他們基本上來說，這個人才很多，要麼是怯戰，要麼就是不被交付重任。我覺得那是民進黨的問題。那對國民黨來說的話呢，我是覺得目前看起來了，就是說剛才講到說有些人不敢掛這個什麼鄭麗文的牌子，或者說擔心影響到3席。我是覺得確實這在民進黨來說，他們呢對於鄭麗文去了中國大陸回來之後，這方面的話呢是不斷的去想辦法擴大他可能的裂痕，或者擴大他可能的一些負面的效果。但是我覺得一切這個對國民黨來說可能必須要去注意，但是一切要等到他訪美。我覺得訪美這件事情對於鄭麗文對國民黨來說是重要的啊，因為你確實去了中國大陸回來之後，這個就是他有了讓台灣兩岸之間有個更多的可能性，但確實有人會貼一些輕重的標籤。但如果說在美國的訪問當中因此而成功，我就要看他到底談了什麼，見了哪些人，或者他怎麼樣去表達更多的狀況。當你可以做到美中之間，你說如果說鄭麗文親中，美國不會在意嗎？美國當然會在意啊。那美國怎麼樣子去接待鄭麗文？我覺得這麼就會看得出來他們的一些政治當中的一些考慮哦。所以我覺得這麼等到他訪美回來之後，到底對於選舉來說是優勢是劣勢？我覺得那個時候去評斷他會來得比較清楚一點。來，志杰兄，我想先講鄭麗文哈。坦白講，在我們的感覺，反正。這個選舉有時候很難講，有時候講說他會幫我們助選，好像講這個也不太適合，但是事實上就是說他的親中的態度哈，事實上很多人就覺得說，因為他所以就會有反感，所以我想就像在座的都有國民黨的，你們是不是100%都認同鄭麗文？我想大家心裡都會有自己的數了哈，所以鄭麗文其實坦白講，對於國民黨的選舉來講，
我覺得真的是有可能是個票房毒藥。好，類似為什麼李四川跟他握手，人家記者會這麼問他，好，那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聲音，好，所以我想鄭麗文的方向，國民黨可能我們站在民進黨的角度，當然你們越替我們助選，我們越高興啊。但是我說站在國家的角度，你們可能要自己思考一下，就鄭麗文的態度是不是你們真的可以100%去接受啊？好，那再來就是，我們再講啊，再來就是蔣萬安。坦白講，蔣萬安跟沈伯洋啊，你去注意蔣萬安他當台北市長的所有的啊，他的特色、他的特質。好，他表現出什麼樣的讓你覺得很喜歡，或者是他有什麼特殊的政見政績？事實上，蔣萬安以前看起來斯斯文文、軟軟的哈。事實上，你在看他選台北市長的時候，那時候我都看到一個那個故事哈，就是說那個誰，王偉忠問他了哈，說，哎，你當選市長，你馬上想要做的3件事是什麼？就他講什麼呢？第一個，走訪清潔隊；第二個，走訪市場3圈；第3個，安裝智慧電感。我想說奇怪，他怎麼會去講這種話？有人問我啊，學姐你來選像你那邊做啥啊？我要做，我上重的 AI 首都啊，我要推動品德教育啊，我迄個高雄的海空航運，我們要再加強，就類似這樣。我怎麼講完講迄個角度？然後還有一次他在做那個政見發表的時候，在做那個教育政見的時候，人家問他教育政見哪一部分怎麼樣，他自己還不知道，趕快叫旁邊的幕僚起來講。所以講完你看伊就是講吼，它裡面的市政不用功，包括這個那個老鼠之亂啦，老鼠之亂他就推給中央，然後呢，包括這個那個密室逃脫，他也推給中央，所以我這邊有做一個簡單的整理啊，就講完了就是中央立專法，遇到事情就是中央立專法，講了萬人沒辦法，反正籠中少個中央的無代誌啊。梁鴻偉，這個不管是密室逃脫也好，或者是現在的這種針孔攝影啊這樣的泛濫，本來就是我們中央怠惰啊，本來該要立的法，該要有一些規則，對，該的辦法就應該要做。今天不要因為新北市有他的做法 ，no， 不要因為說哦，今天是啊藍營執政縣市，然後說就都是藍營執政縣市的錯。你中央因為有一些比如說像那種這種針孔攝影。啊，你那個平台，它本來就是跨縣市的啊。我台北市，我可能買的人是從台中賣給我的，啊，我台中我可能是高雄賣給我的。中央本來就要有作為哈。那另外就是說沈伯洋哦，其實沈伯洋現在確實知名度很高。我最近還看到一個就是在做這個聲量調查。我們現在全立法院的立委裡面，聲量最高的是誰？不是韓國瑜哦，是沈伯洋。所以他的知名度已經很高，所以我覺得王世堅呢真的是很中肯的建議啊，你們不需要在什麼知名度上那種枝微末節去搞。你想想看，沈伯洋從他開始要說要選台北市長之後，搞什麼？搞髮型啊，不然就是說搞面膜、拍定妝照，現在又說啊，就是在這個怎麼捷運啊丟他的字條，你是不制造垃圾嗎？那沈伯洋講也很奇怪啊，他說只有老鼠才在那個地上跑，那就奇怪了，為什麼我在地上撿到的是沈伯洋呢？啊，那怎麼會沈伯洋變成垃圾呢？那你用這種方式，某一個程度好制造了很多的聲量。當然，某一個程度，他也想去轉移焦點，就是在講的啊，過去的黑熊也好啦，抗中保台也好，或者呢，他拿着一個板子說我是頑固的台獨分子，好讓大家不要去討論，忘記過去的沈伯洋。但是啊，政治人物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啊，用太多的轉移焦點，大家還是要檢驗你。美玲。我想，其實我們在座的這個參選人都選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哦，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用這一招，什麼把姓名貼拿來丟地上，然後撿起來就發現是你，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誇張哦。這是不是也代表着現在要這個輔選沈伯洋這件事情已經讓民進黨焦頭爛額了，已經想不出招了，想到這種地方來？但我覺得沈伯洋的回應呢，其實我看了很多次，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從這個方向回應，什麼老鼠不吃沈伯洋，
我這樣講啊，其實我們不是在看笑話這件事，而是在看一個首都的選舉可以選到這樣子的一個水準，選到這樣一個程度，我覺得非常悲哀。而且現在開始哦，不但是像刚宏維說的什麼面膜啦什麼的，唱歌跳舞都來了，而且唱歌跳舞這一趴還讓我想起來，在大罷免的時候是不是還有罷免之歌有沒有？就是怎麼會到這種程度哦？我覺得沈伯洋應該趕快